魔方的探长这回也是终于解禁了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壳子的一个外包装封柜吧。这个其实我们在上一次擎天柱的那个贴纸里边有见过。背后这里夕阳下的一辆小吉普车，有一点小时候玩那个赤色要塞啊，最后通关以后的那个即视感啊。当然上面少了几个小人吧。制品方面，一份说明书，这回黄书画的说明书就很详细了，因为探长变形也并不难嘛，没错误。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，画面是和峰会一样的。这个枪是在车型时候安插的车后边的那个尾炮啊。剩下的配件呢，其实我都装在身上了。首先手上有一把小枪，做出那个全息投影的肩炮，导弹这里可以拔开，裤衩的旁边这里扣了一个狗笼子的钥匙。背后来看备胎，其实你插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可以一体变形，你甚至不用拆下来它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影响美观呢，可以把它划掉。它这回不是直接插上去的，这里是一个滑扣，滑下来。当然如果你觉得那个滑的不好看，你想留个豆子呢也可以，绝了，这个选择性安插。我是比较喜欢一体变形，所以我就放在上面不拔下来了。额外的还会有一张张着嘴说话的一个替换脸，这个脸好小呀，就这么一点点。笼子的这些黑色的栅栏，这个是尼龙件的，而且这块有一个小锁子的地方，是可以开门的，然后就可以跟机器狗进行互动了。其实这个笼子空间还是挺大的啊。今天下午我跟群里边人们还说了一下，其实你在这里边放一个大黄蜂都没有问题。然后探长腋下的这把钥匙也是当时动画片里边的一个桥段，跟机器狗互动的，也是可以插在笼子上的，它真的是笼子的钥匙。这个小细节做的也很好评啊。跟 G1 的动画概念图来对比一下探长的一个身形，其实我一开始打开盒子，它是人形包装的，一开始打开盒子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胳膊有一点短了，但是当我发现了这张设定图照片的时候，这个手的位置啊，就是在大腿的中间这个长度。你看设定图这边也是，并没有到达膝盖，在裤衩的下方。那这个尺寸到这个边缘应该是对的。再往上面看肩头，探长本身来说，它其实是个溜肩，这个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。所以我们看对比的设定图，G1的设定图里边，这个探长也是一个很溜的肩，而且设定图里边吧，肩头的这个圆圈要更小一点。所以我研究了一下，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去年有一个非常迷你的老 G1 缩小版的这种极小系列的探长，这个探长其实和 G1 的老玩具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是缩小了。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官方的这个设定概念图，还是 G1 的老玩具啊，这都是这个毛病。本身老玩具的 G1 探长胳膊就很短，所以呢 G1 在作画的时候，这些动画公司是参考了 G1 的玩具，所以做出来一个溜肩胳膊稍微有些短的探长。然后这个探长的形象慢慢就固定了下来，导致了现在这些第三方呢，除非说你要是脱离了 G1 的还原度去做美型，可以把胳膊修长，但是你要说为了还原 G1 的这种设定图的话，最后你如果拉比例线，确实这个胳膊就到这里。然后我们转到侧面来对比一下，背包很干净，这里会露出一个车的握把。身形方面的这个体型比例，其实和官方的 G1 设定图有点不太一样。其实动画片里边探长脚踝旁边这个黑色的圈圈就是轮子啊。后背来看，他把轮子隐藏在了小腿里边，但是会额外的露出一点点边缘，累赘的部分不多，也就是这里露了一个小把手。所以目前的三视图形态来看的话，还原度还是可以的。探长这张脸其实做的不丑啊，但是棱角没有那么的分明，也是因为尺寸太小了。小比例的一个头雕，只有5毫米宽。把擎天柱拿过来放在一块对比一下身高，这个
这个感觉还是蛮还原的吧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。首先，肩炮这里有一个转轴，上下可以抬，脖子球形关节360度旋转。作为一个开口球板，它可以把头抬到这么高。肩膀开口球板平举无压力，360度旋转，紧实程度也可以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关节即使说你插上特效键，也是完全撑得住的，很稳定。二头肌的部分做了一个开口的关节，可以旋转，胳膊肘可以屈到大于90度，手腕360度有旋转。这个肩膀可以，刚才谁说这个肩膀可以再溜一点？你别扣这个扣子，它就更溜了一点点。这个东西我觉得看个人的喜好调整吧。它卡上来的时候，这里会有一个卡点，把它锁住。接着腰部360度旋转，注意一下这个小的握把位置啊。不过它是尼龙件的，不用担心危险。然后弯腰关节祖传的 Z 字折叠腰，它这回的前提是裤衩折叠，关节的支撑力度也行。侧踢这里有一个小裙夹打开，侧踢其实并不能踢平，但是大概能踢到这么高，也够用了吧。不过这种设计的胯关节啊，有一个不好就是它不能后踢，往后踢这里是锁死的。大腿根部左右旋转360度，膝盖做了双段的活动关节，所以也可以抬到很高。脚踝这里左右接地的幅度很大，但是你接的太大了，中间这里就露怯了。正常的站立的话，一般来说接这么大的幅度没什么问题。比如说蹲下来教训机器狗的时候，也是可以做到蹲姿能蹲到这么低吧，当然没有擎天柱那个蹲姿好了。好了，那么就正式的进入它的变形过程了。变形的第一步，我们首先要拆掉它的配件，枪摘掉，肩炮摘掉。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，先把这个拳头收起来，打开这个盖子，拳头折180度放进去，这里要顶平啊，卡扣捏好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开口的球碗往上折，让这个碗冲上，这个二头肌的关节再折一个90度下来，然后从胳膊肘的位置折一个90度，放成这个样子备用。然后我们翻到后边来看，连同这一块玻璃还有这一块折一个90度立起来角度，脑袋撅开，这回不是肥头蛮了，这回它是插在这里的。变形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脑袋先拔出这个板子，前方的这个挡片也撩开，腾出更多的空间来。脑袋先折个180度，翻到内侧去，然后再抬起来90度，旋转180度，这个样子藏。它是一个最小的空间，你就看着吧，顺着这块板子的一个造型，如果从这面看不到脑袋了，那就变对了。然后从腰部这里卸开中间连接的卡扣，整个的拉开，中间有一条连接杆，尼龙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探长可以分2步变形，上边变上边，下边变下边就可以了。变到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这2个轮子从这里边抠出来，抠出来以后，中间有一个 M 字的夹角挡板，这里先立好。这个出的时候注意一下先后的顺序啊，我们先把一个角提起来，再把这个角提起来，然后再展开一边，展开一边，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阻碍了。一会儿逆变的时候，这里我还会着重说明一下。这2边的车门再卷开，好了，车头这一块就完全的延展开，然后我们把脑袋就可以放进来，前边的这一块挡片，中间的插孔闭合，让这个车顶夹在一起。
然后脱开这个轴下方的卡扣，这就是肩膀刚才说锁那个扣子的地方。我们旋转一下，旋转到这个位置呢，发现这儿还有2个卡扣，跟手腕这里的一个铆子榫铆结合，卡在一起，套住它。哎，车头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接着，我们把这个轮子的部分，这个中间的连接杆先缩到2个胳膊的里边去，先缩过来，2个轮子180度转出来，然后往里再折90度，跟里边这里的一个卡点结合，按到槽子里边去。前半个我们就先变成现在的样子，不用去管它。后边这里变形以前，我们先要把腰部旋转180，放好，2条腿打直，一条腿一条腿来看。脚踝的这个地方拉开一个双段关节，拉松。脚丫子这里能看到车的靠背，座位的靠背。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板子往下直接的翻转，再换一下，跟这个靠背换一个方向过来。这块填平，靠背继续往后翻，翻到这里。另外的一只脚也是，打开这个板子，连着靠背一起翻，这块板子填平，靠背再往后翻。更换了一个位置。再下面，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这个地方的卡扣啊，这里有一个插销，打开它，往出卷一下，里边是后轮，还有一根横着的杆儿，我们把它也打开，这些都是尼龙架，不用担心。接着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，我们看这里，膝盖上方有一个燕尾扣子，这里是一个锁，我们把这个锁先拉出来，拉出这个锁以后，你这条腿才能进行滑道伸缩，不然这个锁在这里锁着，你是拉不下去的。好，锁头拉下来以后，再把这个锁顺着这个凹槽推回去，推到里边，轮子翻过来，翻过来的同时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扣子，跟这里结合，定好位置，一边变成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千万不要忘啊！如果你的车想平整呢，记得胯这里，我们打开这儿看，你的胯不是横平竖直的放在这儿的，胯需要折一点点角度，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让这个豆点对齐，加上，找一个平行。这个时候在 Z 字折叠往上套，把大脚板直接套到腿上，套上来的时候注意这里的一个凹洞，对应这个卡扣，把这个卡扣对准了套上去，拿一边就变好了。另外一边同样的操作我们再来一次。首先把这块打开，这里的扣子卸开，然后这个燕尾扣子的锁啊，刚才已经拉松了，腿部往里缩，缩下来以后，这个燕尾扣子再滑到底，卡扣对上，胯部这里折一个向上的角度，稍微折一点点，一会儿我们还得调整，调好，然后大脚板盖到小腿上，卡扣锁上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两腿中间所有的卡扣闭合在一起，捏起来。现在进入上下半个的闭合阶段，注意穿过手臂中间的缝隙，把这个夹的条顺进去，然后乳白色的条再顺进来，这里直接往开撇就行了，尼龙件无所谓。撇过来以后，这里的燕尾扣子夹上，另外一边燕尾扣子夹上，整理一下，捏捏平，靠背调整一下舒适的角度，
车窗调整一下，最后这里轮子。现在嘛，因为这个面是接地的脚板面，备胎是有点靠下的，我们可以稍微的转一下，把备胎你可以转到中间，或者说你喜欢你转到侧面的上边一点。我个人喜欢转到侧面上边一点，这里啊稍微前面能看到露着一点。然后把这个车型装载的机炮安插。车灯还有前边的这个银色的地方，这里倒车灯这些都有涂装，五角星也有涂出来，这两块是分色的处理。这个应该是和轮毂一样的一个黄白的这么一个配色吧。这种老吉普车，如果你不喜欢前边的这个玻璃啊，你也可以把它放倒。我记得我看什么甲方乙方的时候吧，葛优开这个车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啊，座位上边有刻画，靠背有刻画，但是它的座椅的部分呢，你如果按颜色来看呢，应该是探长的裤衩的这个地方，假装它是座椅吧。然后呢，探长的胳膊袖口这个地方黄色的涂装，假装它是仪表盘吧。然后方向盘立起来，这个地方也是尼龙架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折坏。我一开始也觉得这个车型有点长，但我看完了这个设定稿里边的概念图以后，我发现这个车好像差不多。肩炮搭载车型啊，我看看，嘿，直接插字儿吧，就是救了人质以后啊，手雷换成火箭筒了。果然是赤色要塞。车轮，对，车轮肯定窄啊，车轮不窄的话它藏不下，一会儿大家逆变的时候就能看到。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大家的一种评价是好事儿啊，就是大家会以一个 MP 玩具的要求去看待一款找它身上的一些问题，但是我们可以和 MP44 的这只脚来对比一下，这个车才只有多大？就是现在大家能把 MP 的一些要求放在一款小比例的玩具身上，那只能证明现在的小比例越来越进步了呀。说实话，这个10的 Spike 吧，有点坐不下，因为它没有放腿的地方。我感觉44的小人应该会更配，10的有一些大。总体来说啊，这次的探长其实它的变形难度并不高，可想而知的一些变形，你尤其分成了上下两部来变的话，基本上和之前的小车的套路也差不太多啊。最终完成的样式呢，无论是人形和车型，其实我们刚才对比了一些设定图的概念，还原度方面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再加上这回探长丰富的配件，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吧，相对来说比之前的一些小车带的配件要多不少。而且这个狗笼子可以跟之前声波的机器狗进行一个很好的互动，钥匙也能插在钥匙孔里边。我之前玩那个世模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素质啊，大货我觉得比世模的做工要好一些。而且其实很多人在关心这个车最后上下密合的问题啊，刚才在变的时候也说了，主要是出现在它这个裤衩的位置，它并不是平着的，折平了是不能变，你需要稍微的翘起来一点点角度，你最后车型密合的时候这里才齐一些啊。那稍后呢，我也会把这个探长做一个逆变的过程，大家看一下说明书没画的地方，新模具一般咱们都会做一个逆变。那么这个咱们先录到这里。